金光善一死，受益最大的就是金光瑶。魏无羡回过头看了看那张怎么看都毫无破绽的脸，有些不解。如果中间人就是金光瑶呢？两人没有证据，而且这是金家内部的事，不便插手。后来，蓝忘机忙碌了一段时间，好不容易得了空，就要带魏无羡去医院。爹地，我要去，我要去。蓝鱼被吵醒了，穿着个小睡衣拽着魏无羡不放手。那我们一起在家玩好吗？魏无羡笑嘻嘻地对蓝鱼说。蓝忘机沉着脸抬起魏无羡的胳膊帮他穿衣服，冷冷的目光扫过去，父子俩都噤声了。乖乖在家。藏色把要哭不哭的小崽子抱到一边去了。蓝忘机预约的是军医院，里面闲杂人等少，对军官家属服务也周到。在护士的指引下，魏无羡不情不愿坐在抽血窗口。蓝忘机撩起魏无羡的袖子，还没扎针，魏无羡泪花就冒出来了。没事的。蓝忘机摸摸魏无羡的头，护士将棉签在胳膊上擦了擦，魏无羡就把脸埋进蓝忘机怀里，他最怕见血了。好不容易抽了几管血，魏无羡站起身就觉得头晕。蓝忘机赶紧扶住，拿了干净棉签止血，又抱着人在医院长椅上缓了好一会才去做下一个项目。躺在 B 超室的床上，魏无羡一直握着蓝忘机的手。这个不痛。蓝忘机无奈道。B 超室一般不让家属进的，但因为是蓝家二少爷，护士便默许了。放轻松，一下子就检查完了。护士也没见过这么怕疼的 Omega， 拿起探头放在魏无羡的腹部，轻言细语地安慰他。最近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呢？没有，魏无羡红着眼睛摇摇头。他生下蓝鱼后，身体状态一直不怎么好，都快成常态了，他并不在意。好的，我们挨个检查吧。护士拿着探头，先做心脏彩超，再做腹部彩超。仪器显示屏上的画面魏无羡看不懂，他只好看护士的脸色。护士眉头舒展，嘴里念叨着没什么问题，状态还不错之类的话语。蓝忘机也有些紧张，仔细倾听护士的话语。咦，探头一直往下，护士忍不住惊呼了一声。怎么了？魏无羡和蓝忘机同时出声，魏无羡甚至半坐了起来。躺下躺下，护士说道，你这样我看不清了。啊，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魏无羡看着蓝忘机簌簌掉着眼泪。蓝湛，怎么办呢？到底怎么？蓝忘机急忙拿出纸巾给魏无羡擦拭泪水，皱着眉头看着护士。护士一脸凝重，探头在魏无羡腹部转来转去，一双眼睛紧紧盯着仪器屏幕。正当魏无羡胡思乱想，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绝症，要怎么嘱咐蓝忘机照顾好儿子时，护士终于出声了。啊，恭喜啊，是怀孕了。护士反复确认后笑着说，目测可能有11周了，胎心都有了呢。魏无羡和蓝忘机对视一眼，两人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是怀孕了。护士重复道，再过1周你就可以去产科建档了。魏无羡和蓝忘机走出医院时，两人神情都愣愣的。对蓝忘机来说，这个结果也不是没想过，毕竟和好后基本没有做过避孕措施。对魏无羡来说，这更像是一场梦，儿子刚刚失而复得，马上又会有新的孩子。魏婴，蓝忘机握着魏无羡的手，语气难得有些激动。魏无羡低着头，脑海里仔细回想当时生蓝鱼的场景，很痛，很难熬。蓝湛，生孩子很痛的。魏无羡深吸一口气，并没有特别害怕，这次你一定要在我身边。好，蓝忘机郑重地回答。魏无羡确认怀孕后，隔天蓝夫人和清恒君就赶了回来。难怪他最近胃口不好，真是的，都生了一个还不长记性。藏色掩饰不住笑容，要不是忘机硬要他去检查身体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现呢。魏无羡抱着靠枕和蓝鱼一起玩玩具，时不时转过头瞪藏色一眼。老妈，你就不能少说2句？哎呀，是好事，鱼儿要做哥哥了。蓝夫人一直看着孙子，满眼都是怜爱。对了，之前调查的事情有些眉目了。清恒君说道。几天前，蓝夫人和清恒君偶然遇到了在警方的熟人小星辰和宋子琛，他们正在调查战争期间一桩灭门惨案。我是听说好些人趁着打仗犯一些案子。魏长泽一直待在国内，见到了不少这样的事情，他们调查的
是哪个案子？常氏灭门案。蓝夫人面色凝重地说，我想着我们杀掉的那伙人可能在警方那里留有案底，便将当时拍下的照片和采集的样本送到了警局。小星辰一看到照片就认出来了，以防万一，又将2件案子中犯人留下的 DNA 做了对比，检测结果表示2件案子都是由一个叫薛洋的人带头做的。啊，那个臭名昭著的少年犯。藏色惊讶道，薛洋为什么想要鱼儿的命？魏无羡也震惊了，他只是受人指使，趁乱捞点钱罢了。青恒君回答道，我们打听了一下，他之前一直受雇于金家的人。金光善。藏色睁大了眼睛。蓝夫人摇摇头，说，还不确定，已经死无对证了。